末日降临，但我拥有一座觉醒特殊异能的八音盒堡垒，它缩小能放在掌心，放大能遮天蔽日，囤下亿万吨物资，全球冰封。我靠着它吃香喝辣，安稳度日。笑看上一世吃绝户的舅舅一家，在雪地里哀嚎，直至变成冰雕。一睁眼，我回到了末世降临前1个月，也就是妈妈去世后，舅舅一家搬进我家大别墅，虐待我和弟弟的这一天。此时，舅舅一家正围在张堆满鸡鸭鱼肉的大圆餐桌前，吃得满嘴流油。表妹林娇娇穿着妈妈留给我的礼服，舅妈脖子上戴着妈妈的金项链。墙角的小木桌上是我的弟弟和小狗汤圆，弟弟小心啃着一个黑黄的窝窝头，我的小狗汤圆趴着，面前豁口碗里是几块干馒头皮泡清水。汤圆抬起头，湿漉漉的黑眼睛望向我，轻轻呜咽。舅舅这一家子吸血鬼不仅虐待我们，更是在末世降临时将我们赶出家门，最终在雪地里冻成冰雕。死丫头，没看见碗空了，去盛汤。舅妈刻薄的声音响起，我还没动，脚边的汤圆突然对着舅妈低吼，挡在我身前。舅妈恼了，伸手要踹她。死畜生，你再敢叫，今晚就吃狗肉火锅。我猛地站起，左手拦住她，右手干净利落的给了她一巴掌。这一巴掌为我妈，你偷戴她的金项链，配吗？舅妈脸上红印清晰，反了你！舅舅拍桌要打我，我侧身躲开，反手更重地扇在他脸上。这一巴掌为我和弟弟住我妈的房，让我们吃猪食，还想欺负汤圆儿。汤圆对着舅舅龇牙低吼，林娇娇想躲，我拽住她胳膊。这一巴掌为我妈给我的裙子，你也配穿？我扒掉她的连衣裙，林娇娇又气又哭。我举起房产证复印件，这房子是我妈的，请你们立刻滚出去！邻居们围在门口，议论纷纷。舅舅一家狼狈收拾衣服，灰溜溜跑了。我砰地甩上门，靠着门板滑坐在地，一双温热小手抱住我胳膊。是凌晨，汤圆也凑过来，用鼻子蹭我的脸。处理完舅舅一家的事，我们打算带着汤圆出去透透气，于是来到了离家不远的一处城郊空地。汤圆在空地上欢快地跑了几圈，我和凌晨找了处干净的石阶坐下。我将口袋里的八音盒拿出来，这只八音盒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件遗物，没想到它竟然跟着我一起重生了。我下意识地轻轻转动八音盒的发条，就在发条转到底的那一刻，八音盒迸发出白光，将我们两人一狗完全笼罩其中。紧接着，一阵强烈的眩晕感袭来，当我们再次睁开眼，一座巍峨的巨型堡垒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堡垒外形宛如一座放大的精致八音盒，多层塔式结构，表面有金属雕花与齿轮装饰，顶部有瞭望窗，充满机械美感。我试探性的在脑海中默念：陛下。话音刚落，眼前的庞然大物就在我们眼前缩成了巴掌大小，咻的一下化作流光，没入了我手中的八音盒。我握紧手中的八音盒，一个计划在我心中悄然成型，行动定在深夜。我将八音盒缩至拳头大小，带着凌晨躲进空间，然后让汤圆叼着盒子悄悄溜出家门。汤圆压低身子，警惕地穿梭在小巷里，顺利来到舅舅家楼下。舅舅家的窗户留着一条窄缝，汤圆轻轻一跃，就跳到了窗台上，用鼻子顶开缝隙，将叼着的八音盒送了进去，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，把盒子放在客厅角落的柜子底下，又悄悄退到窗边，蹲在阴影里放风。我和凌晨在空间里观察着外面的一切，客厅的灯还亮着，舅舅和舅母正趴在餐桌上，面前摊着一堆现金和存折，两人一边清点一边低声交谈。你说凌婉那死丫头会不会真的报警？舅母一边数着钱，一边不安地问。舅舅嗤笑一声，满不在乎地说：报警又怎么样？没有证据，警察能奈我们何？还是你想个周到。舅母立刻露出谄媚的笑容，这些钱足够我们吃香喝辣了，到时候看那死丫头怎么办。听着他们的对话，我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甲深深嵌入掌心。凌晨紧紧攥着我的衣角，小声说：姐，他们太坏了。我摸了摸他的头，轻声安慰：别怕，姐会把钱拿回来，让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我们在空间里耐心等待，直到后半夜，舅舅和舅母才清点完钱，把现金和存折锁进卧室的抽屉里，然后打着哈欠回房睡觉了。林娇娇也早已睡熟，房间里只剩下均匀的呼吸声。时机终于到了，我操控八音盒缩至指甲大小，顺着地板的缝隙悄悄爬到卧室门口，确认舅舅和舅母睡得很沉后，我轻轻走出空间。卧室里一片漆黑，我借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，摸索着来到书桌前。我轻轻拉开抽屉，里面果然放着一沓沓现金和几本存折。我毫不犹豫地将所有现金和存折都收进空间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操控八音盒变回拳头大小，带着凌晨从窗户缝隙钻了出去。汤圆立刻跟了上来，我们悄无声息地返回了家。回到家后，我清点了一下拿回的财物，现金足足有几十万，还有几本存折，里面也有不少存款，但这些远远不够支撑我们在末世长久生存。我必须尽快筹集更多资金，大量囤积物资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拿出母亲留下的珠宝，联系了一家正规的珠宝回收店。母亲的珠宝都很名贵，很快就卖出了300万的高价。拿到钱的那一刻，我心中悬着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。这300万就是我们姐弟在末世的救命钱。接下来，我开始了第一波大规模采购。我租了一个大型仓库，然后根据提前列好的清单，疯狂采购各类物资。食品是重中之重，我订购了500袋大米、300袋面粉，还有大量的压缩饼干、自热米饭、肉类罐头、水果罐头，足够我和凌晨吃3年以上。饮用水也不能少，我买了1000箱瓶装水，还购置了2套大型净水系统，确保末世后能有干净的饮用水。药品也是生存的关键，我托朋友从各大医院和药店采购了大量常用药，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消炎药、止痛药、抗生素应有尽有。
还有急救包、止血带、缝合针等医疗器材，甚至连凌晨可能用到的儿童药和汤圆的宠物药都买了全套。防寒装备也不能忽视，末世的严寒超乎想象，我买了几十件羽绒服、保暖内衣、雪地靴，还有大量的毛毯、睡袋、电热毯，确保我们在低温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。采购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仓库很快就被堆满了。我每天都忙着将采购来的物资分批移入空间，空间广阔，这些物资放进去后只占了很小一部分。凌晨也没有闲着，他主动承担起整理物资的任务，将食品、药品、日用品分门别类地摆放好，方便我们日后取用。汤圆则一直跟在我们身边，时不时用脑袋蹭蹭我们的手心，给紧张的囤货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暖。就在我们全力囤货的时候，别墅外突然传来了剧烈的砸门声，伴随着舅舅嚣张的叫喊声：“林婉，你给我出来，把钱还给我！”我快步走到窗边，只见舅舅带着4个流里流气的混混，正疯狂地砸着别墅的实木大门。舅舅站在一旁，脸上写满怨毒，他指着别墅对混混们喊道：“兄弟们加把劲，这死丫头偷了我的钱，屋里还有不少值钱东西，门弄开了，里面的东西咱们平分。”砰砰砰，砸门声越来越重，凌晨吓得脸色发白，紧紧抓住我的衣角。姐，他们要把门砸开了。左处传来咔嚓一声脆响。就在大门即将被撞开的瞬间，我猛地拉着凌晨退后2步，按下了藏在口袋里的遥控器按钮。滋啦，耀眼的蓝色电弧突然从门框、窗沿甚至围墙边缘迸发而出，瞬间在别墅周围形成了一道噼啪作响的电网。冲在最前面的2个混混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就被高压电流狠狠击中，惨叫着倒在地上抽搐。舅舅脸色煞白，却还不死心，指着窗户大喊：“砸窗户，从窗户进去！”一个混混抡起手中的铁棍，狠狠砸向落地，砰！玻璃没碎，反而是铁棍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弹开。混混虎口震裂，惊恐地看着完好无损的玻璃。这是我在玻璃夹层里加装的防爆膜和微电流层。我看着监控画面里他们惊慌失措的样子，冷静地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警察同志，有人持械暴力入侵我的住宅。听到我报警，舅舅彻底慌了。撤，快撤！我按下第2个按钮，院子里的自动喷淋系统突然启动，喷出的却不是水，而是高压辣椒水。院子里响起了一片惨叫声。10分钟后，警笛声由远及近，警察看到院子里的景象都愣住了。4个涕泪横流的混混在地上呻吟，旁边还丢着砍刀和铁棍。警察同志，他们是我舅舅找来的人。我红着眼眶，拿出手机调出监控录像。这是我舅舅，他之前就想霸占我母亲的遗产，今天又带人来抢钱。铁证如山，警察很快就在2个街区外抓到了试图逃跑的舅舅。距离末世降临只剩下不到20天，第一波拿回的遗产虽然足够购买基础生存物资，但要想在末世长久生存，必须打造一个真正的移动堡垒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我全身心投入到空间的最终建设中。空间的地下层被我规划为能源中心，5台柴油发电机整齐排列，旁边是大型蓄电池组和水循环系统。地下层之上是一层生活区，我将这里划分出厨房、医疗室和工作室。厨房配备了全套嵌入式厨具，旁边的储物间里堆满了各种食物和调料。医疗室里，手术台、消毒设备、药品柜一应俱全，足以应对各种伤病情况。工作室则摆放着小型车床、焊机和3D 打印机。凌晨已经能熟练操作这些设备，平时会在这里修理一些小物件，偶尔还会尝试制作一些简易工具。空间的2层被我打造成了立体水培种植区，我安装了全套的水培设备，铺设了多层种植架，种下了从外界采购的各种蔬菜种子。空间里的环境恒温恒湿，非常适合植物生长。没过多久，嫩绿的秧苗就破土而出，长势喜人。有了这个种植区，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食物耗尽的问题，能够实现蔬菜的自给自足。空间的3层及屋顶被设计成瞭望台和微型气象站，我在屋顶安装了太阳能板，与地下层的能源中心相连。瞭望台则配备了高倍望远镜和外接摄像头，能够360度无死角观察外界情况。随着空间建设的逐步完成，我心中的安全感也越来越强烈。凌晨每天都会在种植区打理蔬菜，在工作室研究机械，偶尔还会跟着下载的教程学习知识。汤圆则在空间里自由穿梭，时而趴在瞭望台晒太阳，时而跟着我巡视各个区域，成为了我们最忠实的伙伴。我知道舅舅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，通过空间监控密切关注着他的动向。果然，在某天深夜，空间监控显示，舅舅鬼鬼祟祟地出现在别墅附近。黑暗中，我能听到窗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，紧接着，一股刺鼻的汽油味飘了进来。很快，火光就从窗外蔓延进来，烈焰吞噬着窗帘和家具，浓烟滚滚，整个别墅陷入一片火海。我立马操控空间缩至拳头大小，藏在沙发下，然后带着凌晨和汤圆躲在空间里，灼热的空气炙烤着皮肤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传来了消防车的鸣笛声，越来越近。消防车很快就赶到了现场，消防员们迅速展开救援，水枪喷出的水柱朝着火海射去，浓烟渐渐被驱散。消防员们在废墟中搜寻，很快就发现了我们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人群中，正是舅舅。他脸上带着假意的关切，挤到前面，对着我喊道：“婉婉，你没事吧？真是吓死舅舅了，怎么会突然起火呢？”我快步走到他面前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冷笑着说道：“舅舅，你袖口还沾着汽油呢。”舅舅被我当众戳穿，脸色瞬间惨白如纸。周围围观的邻居们见状，纷纷露出鄙夷的神色，议论声此起彼伏。警方见状，当即上前将舅舅带走调查。末世前3天，气温已经降至零下几十度，路面上开始出现结冰现象。我知道是时候彻底撤离了。我们直接前往城市中心的公园。我在公园处找到一棵大树，树根部有一个树洞。我小心翼翼地将缩成手机大小的8音盒放进树洞里，
做完这一切，我带着凌晨和汤圆进入了空间。通过瞭望台的外接摄像头，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外界的情况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气温越来越低，暴风雪如期而至，鹅毛般的大雪疯狂地肆虐着，很快就将整个城市覆盖在一片白茫茫之中。末世前夜，气温骤降至零下70摄氏度。就在这时，摄像头的画面中出现了3个熟悉的身影，是舅舅、舅母和林娇娇，在暴风雪中踉跄前行，冻得瑟瑟发抖。林娇娇一边走一边哭喊：“爸妈，我们去哪儿啊？这里太冷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”舅母一边咳嗽一边抱怨：“都怪你，当初要是把林婉那死丫头的钱和房子都拿到手，我们现在也不至于沦落到这种地步。”舅舅脸色铁青，一言不发，只是艰难地在雪地里跋涉。突然，舅舅停下了脚步，目光直直地看向我们藏着八音盒的那棵大树方向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只见一只野猫从树洞里钻了出来。舅舅眉头紧皱，盯着树洞看了几秒，突然说道：“刚才那猫好像叼走了一个闪闪的东西，说不定是别人藏的宝贝。”说着，他不顾舅母和林娇娇的反对，朝着树洞的方向踉跄走来。雪花疯狂地打在他的脸上，他一步步靠近树洞，冻得发紫的手伸向洞口。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手指紧紧悬停在空间放大按钮上，只要再往前1寸，我就立刻启动空间，让这座巨型堡垒瞬间撑爆树洞，将它彻底碾压。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远处突然传来刺耳的汽车引擎声，一辆越野车稳稳停在不远处，车门猛地打开，4个手持砍刀的男子跳了下来，他们穿着厚重的防寒服，脸上带着狰狞的笑容，目光在公园里扫来扫去，显然是冲着幸存者来的。舅舅一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魂飞魄散，林娇娇尖叫着躲到舅舅身后，舅母更是双腿发软，差点摔倒。那4个匪徒很快就发现了他们，为首的刀疤脸男子挥了挥手中的砍刀，厉声喝道：“站住！把身上的东西都交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”舅舅哪里见过这种阵仗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连忙将身上仅有的薄毯和口袋里的少量现金掏了出来，谄媚地说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就这点东西都给你们，求你们放过我们吧。”刀疤脸头目脸色一沉，一脚踹在舅舅胸口，骂道：“废物！就这点东西也配在末世里活着？”就在这时，刀疤脸的目光突然落在了舅舅身后的那棵大树上，说道：“里面可以藏东西。”说完，便亲自弯腰，伸手就要去探查树洞。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，万万没想到匪徒会注意到这里。危机时刻，我来不及多想，立刻操控空间缩至米粒大小。刀疤脸的手伸进树洞，摸索了半天，只掏出了一些落叶和泥土，并没有发现异常。他骂骂咧咧地收回手，对着手下挥了挥手：“晦气，没什么值钱的，把这几个人带走。”说不定还有点用。看着他们消失在风雪中的背影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，同时心中涌起一丝冷笑。这大概就是报应。前世他们欺凌弱小，如今在末世里也只能任人宰割。随着匪徒们的离开，公园再次陷入寂静。我抬头看了看天空，飞雪越来越大，气温也越来越低，极寒末世终于正式降临了。根据空间气象站的监测，首日气温就骤降至零下80摄氏度，全城已经彻底断电断水，通讯也完全中断。这座城市彻底沦为了冰雪地狱。与外界的冰天雪地不同，空间里温暖如春，柴油发电机稳定地运行着，为整个空间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电力。室内恒温保持在22摄氏度。种植区里，第一批小白菜已经长得郁郁葱葱，嫩绿的叶片上还挂着水珠，看起来格外新鲜。凌晨坐在客厅的书桌前，正用下载的教材自学，汤圆则趴在他的脚边，睡得香甜。看着这安稳的一幕，我心中满是欣慰。这就是我用尽全力守护的家园。我走到种植区，摘下几颗小白菜，准备去厨房做一顿热乎的饭菜，让凌晨也能在末世里吃上一口新鲜蔬菜。吃过饭，我放出了一架无人机，让它侦查外界的情况。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触目惊心，街道上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原本繁华的城市变得一片死寂，偶尔能看到几个幸存者在雪地里艰难跋涉，为了一块面包大打出手。超市的大门被撞得粉碎。突然，无人机的画面中出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，正在一家超市废墟里疯狂翻找，竟然是舅舅一家。他们裹着从匪徒那里得来的明显不合身的防寒服，在货架废墟和散落的货品中扒拉着。林娇娇一边咳嗽，一边把一罐冻得硬邦邦的罐头往怀里塞，舅母则催促着舅舅快点找，多拿点，那几个恶人随时可能回来，我们得自己藏点吃的。舅舅脸色阴沉，动作却不停，把找到的压缩饼干、瓶装水和几包药品胡乱塞进一个破旧的背包里。看着他们为了在匪徒手下苟活，在超市里疯狂搜刮，我心中的恨意如同被风雪冻结的岩浆，开始翻滚沸腾。我盯着屏幕，手指轻轻敲击着控制台，首播复仇就从这里开始吧。我操控空间悄悄移动，跟在舅舅一家身后，启动空间的隔空取物功能。我的目光锁定在舅舅怀里藏着的压缩饼干和打火机上，那是他刚才从废墟里找到的，视若珍宝的揣在怀里。心念一动，压缩饼干和打火机就凭空消失，出现在了空间里。我没有全部拿走，而是留下了够他们勉强存活一天的物资。我要让他们一点点体会绝望的滋味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操控无人机继续观察。没过多久，舅舅就准备拿出压缩饼干充饥，可当他伸手去摸怀里时，却发现空空如也。我的饼干呢？还有我的打火机！舅舅气急败坏地大喊，目光凶狠地看向身边的其他人。是不是你们偷了我的东西？旁边的一个瘦高个连忙摆手，不是我根本没靠近你。不是你是谁？这里就我们几个人。舅舅认定是他偷的，冲上去就揪住了他的衣领，一拳打了过去。瘦高个也不是好惹的，被打后立刻还手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互相撕扯着对方的衣服，骂声、惨叫声在废墟里回荡。
而这一切都被不远处的刀疤脸头目看在眼里。他靠在一辆废弃的购物车上，双手抱胸，只是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，手却缓缓摸向了腰间的砍刀，眼神里充满了不耐与杀意。匪仆头目走了过来，冰冷的目光扫过地上的舅舅。要么带我们去附近小区搜物资，要么现在就把你们扔去雪地喂狼。舅舅的脸在风雪里泛着青白色，他攥着冻得开裂的袖口，喉结滚动2下，最终还是佝偻着背点头。我知道哪栋楼里还有人。我操控着无人机悬在小区楼顶，屏幕里的画面让我的指节捏得发白。舅舅走在最前面，用冻硬的铁丝撬开居民楼的单元门，还不忘回头给匪徒指认。3楼左边那家，我之前见过老太太晒被子。匪徒踹开门时，我听见里面传来孩子的哭声，舅舅却站在门口，眼神躲闪着，不敢往里看。那些人翻箱倒柜，把找到的压缩饼干和罐头塞进背包，甚至抢走了老人身上的棉袄。看着舅舅这副助纣为虐的模样，我放在操控杆上守不住发抖，复仇的念头像藤蔓一样在心里疯长，缠绕的我几乎喘不过气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觉到口袋里的8音盒传来一阵凉意，紧接着脑海中响起一声清晰的电子音：叮，检测到宿主情绪波动剧烈，低温领域模块已激活。我心里一动，朝着楼下空地处释放出冷能，不过几秒钟，那里的温度就骤降了10摄氏度，地面上甚至凝结出了一层薄霜，这或许能成为对抗那些匪徒的武器。当楼下的匪徒准备转移到另一栋楼搜刮时，我立刻将低温领域笼罩在他们周围。原本握在匪徒手里的砍刀和铁棍瞬间结上了一层冰，变得滑溜溜的。有个人没抓稳，刀直接掉在地上，还沾了一地冰碴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这么冷？有人忍不住抱怨，搓着手往手上哈气。舅舅也慌了神，抬头看了看阴沉的天空，以为是天气突变要下暴雪，连忙催促道：快走吧，再不走可能就困在这儿了。那些匪徒也有些害怕，顾不上再搜刮，拎着手里仅有的物资就慌忙往小区外跑。我操控无人机跟在后面，确认他们走远后，才敢从藏身的楼道里走出来，朝着刚才那户人家跑去。推开门，我看见一位老人抱着孩子缩在墙角，孩子的小脸冻得通红，还在小声啜泣。我连忙从背包里拿出备用的保暖毯裹在孩子身上，又递过去2包压缩饼干和一瓶温水。别怕，那些坏人已经走了。老人接过东西，激动得连连道谢。考虑到这里已经不安全，我决定把他们带到之前找到的一个临时安全点，那是一间废弃的储藏室，不仅隐蔽，还能挡住风雪。我搀扶着老人，牵着孩子，小心翼翼地穿过积雪的街道，把他们安置好后，又留下了足够支撑几天的食物和保暖物资。看着他们在温暖的毯子里渐渐放松下来，我心里涌起一股暖流。这是灾难发生后，我第一次真正帮助到别人。或许我可以把这里当成第一个外部观察点，以后再遇到需要帮助的人，也有地方可以安置他们。安顿好后，我在安全点安装了一个小型监控设备，连接到我的无人机系统。可就在我准备离开，去寻找更多物资时，监控画面里突然出现了几个身影。我凑近屏幕一看，心瞬间沉了下去。那是另一伙掠夺者，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冲锋衣，手里拿武器，正朝着安全点的方向快速逼近。监控里的掠夺者离安全点越来越近，我立刻启动低温领域，把安全点门口那片空地的温度降下来。没过几秒，地面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，雪花落在上面都滑得打转。那些掠夺者果然没注意，第一个人踩上去就哎呀一声滑倒，手里的电击棍摔出去老远，后面的人没反应过来，接二连三的跟着摔。我趁机冲过去，一把拉开安全点的门，对着里面喊：快跟我去地下室。老人赶紧抱起孩子，我拉着老人的胳膊，把他们往地下室带。进了地下室，我迅速关上铁门，还找了根粗木棍顶在门后，这才松了口气。我蹲下来跟孩子说：别怕，外面的坏人进不来了，这里很安全。孩子怯生生地点点头，紧紧抱着老人的脖子。安顿好他们，我回到空间里，无人机的镜头缓缓扫过寂静的街道。我正要切换画面，一阵刺耳的电流杂音猛地从操控器里炸开，紧接着一个沉稳却难掩疲惫的男声穿透风雪，清晰地传了出来。这里是军方临时指挥中心，我们在城郊原体育中心建立了避难所，对所有幸存者开放。重复，对所有幸存者开放。广播声在空旷的雪夜中回荡，凌晨不知何时走了过来，小手轻轻拽了拽我的衣角，眼睛盯着屏幕，轻声问：姐，那里真的安全吗？我凝视着窗外吞噬一切的雪幕，良久才开口，声音低得像一声叹息。我们先看看。接下来的2天，我让无人机持续盘旋在城郊上空，像一只沉默的雪橇，审视着那个被称作希望的地方。避难所周围确实有士兵巡逻，烟囱里也确实飘出炊烟，偶尔还能看见担架抬着伤者进出医疗帐篷。一切似乎都与广播中说的一样。直到第3天，无人机掠过通往避难所的最后一个岔路口时，镜头突然捕捉到几个蜷缩在破屋阴影里的人影。我心头一凛，将画面拉到最近，一张熟悉而狰狞的脸赫然占满了整个屏幕，是舅舅。他裹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厚棉袄，手里握着一把砍刀，身边围着4、5个面目凶悍的男人，他们死死盯着通往避难所的那条路。一个步履蹒跚的男人出现在路口，他仰头看了看远处避难所的轮廓，冻得发紫的脸上露出一丝希冀，加快了脚步。就在他经过破屋的瞬间，舅舅扑了出去。把包给我！他一把扯住背包带，另一个匪徒从侧面猛踹男人的膝窝，男人惨叫一声，跪倒在雪地里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舅舅的脚已经狠狠踹在他肚子上，交出来。男人蜷缩着，颤抖着卸下背包递过去，舅舅一把夺过，粗暴地扯开拉链，几包压缩饼干，一瓶冻了一半的水。他抬起脚，又一次重重踹在男人肩上，滚！
男人连滚带爬的逃向避难所的方向，雪地上留下一道踉跄的痕迹。舅舅掂了掂手里的饼干，朝同伙们扬了扬下巴。一群人重新缩回阴影里，等待下一个猎物。我盯着屏幕，指甲深深陷进掌心，却感觉不到疼。晨晨，我的声音平静的可怕。准备一下，我们要给舅舅送份大礼。当天晚上，天就下起了暴风雪，雪下得很大，风刮得窗户都嗡嗡响。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，操控空间悄悄跟在舅舅的团伙后面。他们大概是觉得暴风雪天没人管，胆子更大了。没多久就盯上了一个带着孩子的女人，女人背着一个小包袱，走得很慢，看起来很虚弱。舅舅他们冲上去就要抢女人的包袱。就在这时，我迅速把空间放大到磨盘大小，轻轻移到2个匪徒的脚下。那2个匪徒正伸手去拽包袱，没注意脚下，一下子就掉进了空间里，瞬间就没了踪影。剩下的人都懵了，愣了几秒后，有人尖叫起来：“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”舅舅也慌了，四处看了看，可除了漫天飞雪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吓得魂飞魄散，转身就跑，连抢来的东西都扔了。之后几天，只要舅舅他们敢动手抢劫，我就用同样的办法，每次都让1-2个匪徒神秘消失。第二天，我让无人机在附近侦查，发现了一个侥幸逃脱的掠夺者，他半躺在雪地里，脸色苍白，看起来快不行了。有路过的幸存者发现了他，他就用微弱的声音跟那些人说，他们遇到了一个会移动的巨型8音盒，只要靠近，人就会被吸进去，进去的人都没出来过。这个消息传得很快，没2天就传到了舅舅耳朵里。我通过无人机看到，舅舅听别人说的时候，脸上没有一点害怕，反而眼睛里闪过一丝贪婪和阴狠。无人机传回来的画面里，舅舅正把团伙成员召集在破庙里，手里拿着根木棍在地上画着。他说那个巨型8音盒肯定不一般，又想起我之前突然失踪，断定他和我有关，还说我手里一定有能抵御极寒的宝物。他越说越激动，让手下都留意我的踪迹，只要找到我就能拿到宝物。我看着屏幕，心里一紧，没想到舅舅竟然把8音盒和我联系到了一起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发现舅舅的团伙有了动作，他们竟然找到了之前我救助过的那对母女，把2人绑到了废弃商场门口的柱子上，还在周围的店铺里埋伏了人手。很明显，舅舅是想拿母女俩当诱饵。我看着无人机里母女俩冻得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又急又怒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盯着屏幕分析情况。废弃商场里空间大，埋伏的人分散在不同位置，只要制造混乱，就能趁机救人。我操控空间缩到硬币大小，顺着商场后门的缝隙悄悄溜进去。到了埋伏者附近，我启动低温领域，只针对他们的脚踝。没几秒，那些人的脚踝就结了冰，冻得他们直跺脚，有的甚至疼得叫出声来。现场一下子乱了，我趁机快速移动到门口，解开母女俩身上的绳子，拉着他们往商场后面跑。跑了大概10几分钟，我把他们带到空间附近的一个隐蔽地窖里，这里干燥又暖和。我从空间里拿出足够的食物、水和保暖毯，递给他们。你们先在这里待着，这里安全，我会常来看你们。母女俩连连道谢，眼里满是感激。舅舅发现人被救走，不仅没生气，反而更确定我有宝物。他召集手下，开始在全城搜寻我和凌晨的踪迹。我通过无人机看到，他们竟然在逐一排查我和凌晨居住过的地方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意识到舅舅已经盯上了我们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反击。我跟凌晨商量好计划，让他操控无人机，在舅舅团伙经常出没的地方投放纸条，纸条上写着：想要宝物就来城西废弃地铁隧道。我算准了舅舅对宝物的执念，果然没过半天，无人机就拍到舅舅拿着纸条，召集了所有团伙成员。他得意地跟手下说，只要进了隧道就能拿到宝物，到时候大家都不用再受冻挨饿。一群人浩浩荡荡地朝着城西废弃地铁隧道赶去，一个个脸上都带着贪念，完全没意识到这是个陷阱。我和凌晨躲在空间里，提前在隧道入口和内部装了外接摄像头，等舅舅带着所有人都走进隧道，我立即启动空间的最大形态。原本缩成纽扣大小的空间，瞬间在隧道中央放大，变成了一座巨型堡垒，轰隆一声闷响。空间落地时，直接碾压住了后半段隧道，把舅舅的团伙硬生生分成了2部分。隧道里一下子乱了起来，有人尖叫，有人试图推开空间，可空间坚硬得像钢铁，根本推不动。我没停手，继续操控空间调整位置，一会儿堵住隧道的这头出口，一会儿又移到那头，把里面的掠夺者逼得四处乱撞。他们看不清状况，开始互相推搡、谩骂，完全乱成了一锅粥。舅舅趁着有人跟他争抢出路的时候，偷偷从隧道侧壁一个破洞钻了出去。他虽然逃了，但所有手下要么被困在隧道里，要么在自相残杀中受了伤，抢来的物资也全落在了里面。舅舅只能孤身一人，在漫天暴风雪里慌慌张张的逃窜。我立刻让无人机跟上舅舅，想看看他要去哪里。没想到他竟然朝着我以前住的房子跑，到了门口，他慌慌张张的掏出钥匙开门，进去后又马上把门窗锁得严严实实，好像房子里藏什么重要的东西。我正盯着屏幕疑惑，突然看到远处有几道灯光闪烁，是军方的巡逻队。无人机屏幕里，军方巡逻队的车停在舅舅家附近，几个士兵下车开始排查，敲了敲舅舅家的门，里面有没有幸存者。舅舅躲在屋里，大气都不敢出，手忙脚乱的把一个包裹往床底塞，塞的时候还时不时扒着门缝往外看，脸色白得像纸。没过多久，军方巡逻队没听到回应，又排查了旁边几户人家，就开车离开了。我立刻操控空间，让它缩成纽扣大小，悄悄飘到舅舅家正上方，确认周围没人后，我开始让空间快速放大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让他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。空间一点点变大，从纽扣到盘子，再到桌子那么大，最后朝着巨型堡垒的形态展开。底部刚碰到舅舅家的屋顶，就听见咔嚓一声，瓦片碎了一地，紧接着墙体开始开裂，发出刺耳的嘎吱声，像是随时会塌下来。屋里的舅舅肯定听到了动静，我通过无人机看到他从屋里冲出来，
慌得连鞋都没穿好，朝着后门跑。他跑的时候太急，床底的包裹被带了出来，掉在地上摔开，里面的金银首饰滚了一地，还有好几瓶抢来的药品散在旁边。我没停手，让空间继续展开，直到完全变成巨型堡垒。轰隆一声巨响，舅舅家的房子被直接压垮，木头、砖块碎成一片废墟，那些他抢来的不义之财全被埋在了瓦砾下面。我操控空间慢慢缩小，最后停在废墟旁边，看着屏幕里舅舅狼狈逃窜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一点怜悯，这都是他应得的。舅舅一路跑到街道上，还没等他喘口气，突然有几个人围了上来。无人机里，舅舅被那几个幸存者围得死死的，他脸色发青，却还在挣扎着喊：别动手！我知道巨型堡垒的秘密，能带着你们找到用不完的物资。他一边说一边往后退，眼神飘来飘去，显然是在想办法蒙混过关。那些幸存者互相看了看，有人皱着眉问：真的假的？要是骗我们，有你好受的。最后他们还是半信半疑，几个人架着舅舅的胳膊，压着他往之前房子的废墟走。到了地方，舅舅指着一片瓦砾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空间早就被我缩成无形，哪里还有什么堡垒的影子？我操控着无形的空间跟在他们身后，等他们开始怀疑舅舅时，悄悄在幸存者脚边制造了一小块低温领域。有人立刻跳起来：怎么这么冷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说着就推了舅舅一把。我时不时制造低温，让幸存者越来越认定是舅舅在耍花样。幸存者彻底愤怒了，有人抬脚踹向舅舅，其他人也跟着动手，拳打脚踢落在他身上。舅舅蜷缩在雪地里惨叫，最后他们骂骂咧咧的停手，把他扔在原地，转身就走，任由他在雪地里自生自灭。我看着屏幕里舅舅挣扎的样子，操控空间慢慢靠近他，然后将局部低温降到50摄氏度，寒风瞬间裹住他，他的脸很快冻得发紫，身体不停发抖。凌晨站在我旁边，看着屏幕，小声说：姐，他会不会？我打断他，指着屏幕里舅舅痛苦的样子：晨晨，你忘了前世他怎么对我们的？忘了那些被他抢过的人有多惨吗？这是他们应得的报应。凌晨低下头，不再说话。处理完舅舅的事，我让无人机去城郊方向侦查，没想到在路边发现了一名受伤的士兵，他腿上流着血，已经快昏迷了。我赶紧操控空间过去，把他救进空间里。凌晨用之前学的急救知识帮他处理了伤口。等士兵醒来，他感激地看着我们，说避难所现在特别缺医疗物资和能源设备，好多人因为没药致伤，只能硬扛。我正想多问些避难所的事，他突然盯着我和凌晨：我认得你们。避难所里有个自称你们亲戚的人，天天打听你们的下落，说有重要的事要找你们。听到士兵的话，我心里满是疑惑。末世后，我从没联系过其他亲戚，家里除了舅舅一家，就只剩几个远房亲戚，平时几乎没来往，怎么会有人在避难所找我们？我盯着士兵，追问他知不知道那个亲戚的名字，可他说对方没具体说，只说和我们沾亲带故。我思来想去，决定亲自去避难所看看。我跟凌晨商量，让他带着汤圆留在空间里待命，我则装了少量医疗物资，以捐赠者的身份过去，既能探探情况，也能顺便了解避难所的真实状况。凌晨有些担心，反复叮嘱我注意安全。我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让他放心。操控空间靠近城郊的避难所，远远就看到士兵在门口值守，进出的幸存者都要登记。我收起空间，背着物资包走过去，说明是来捐赠物资的。士兵很客气，带我进了避难所，里面比我想象的有秩序。幸存者们有的在整理物资，有的在帮忙搭建临时住所。医疗区和物资区用围栏隔开，标识很清晰，没有混乱的样子。我找到负责接待的李军官，地上带来的医疗物资，说明来意后，顺势问起找我们的亲戚。李军官想了想，说确实有个人天天来打听，还说要是我们来了就带他过去。他领着我往临时住所区走，穿过几排帐篷，停在一间小木屋前，就是这里了。他叫苏明，说是你们的远房表哥。门一推开，里面的人抬头看过来，我愣了一下，真的是苏明，舅舅的远房表弟。末世前他偶尔会来家里，对我和凌晨很友善，还经常偷偷给我们塞零食。苏明看到我，立刻站起来，激动地走过来：婉婉，可算找到你了，我一直在找你们。他拉着我坐下，急着说，舅舅之前来过避难所，跟人说你们持有不祥之物，还要举报你们，让士兵抓你们。我担心你们的安全，就天天在门口等，想提前给你们报信。我盯着苏明的眼睛，没看到恶意，反而满是担忧。我又观察了一会儿，发现他说话时很坦诚，而且刚才一路走来，有几个老人看到他，还主动打招呼，说他经常帮忙照顾人。我心里的警惕少了些，决定暂时信任他。我跟他说带来了些医疗物资，愿意捐给避难所。苏明很开心，立刻带我去了医疗区。忙完后，我问起舅舅的近况，想知道他有没有再去避难所捣乱。苏明的脸色沉了下来，犹豫了一会儿才说，舅舅没在避难所待多久就走了，而且之前有人看到他被另一伙强大的掠夺者就走，现在成了那伙人的向导，专门带他们找有价值的目标。我还听说他们下一个要抢的目标就是咱们这个军方避难所。听到苏明说掠夺者要围攻避难所，我心里一紧，没敢多耽误，立刻跟苏明道别，转身往空间的方向赶。回到空间里，凌晨看到我着急的样子，连忙问怎么了。我把舅舅没死，还带着掠夺者要来抢避难所的事告诉他，并说想利用空间能力守护避难所。凌晨没犹豫，立刻点头。姐，我跟你一起，我可以帮你盯着无人机看掠夺者的动向。我操控无人机往避难所外围侦查，很快就看到了那伙掠夺者，大概有50个人，手里拿着砍刀、弩箭，还有几个人推着自制的木盾，正朝着避难所的方向快步移动。脚步声在雪地里踩出一片杂乱的声响，我赶紧把空间移到避难所外围，缩成纽扣大小，藏在门口不远处的积雪里。
眼睛盯着无人机屏幕，等着最佳出手时机。没过多久，掠夺者就到了避难所门口，为首的人喊了一声，他们立刻朝着大门冲过去。军方士兵早有准备，举着枪和盾牌反击，双方瞬间打了起来。可掠夺者人太多，士兵们渐渐被压制住，有人被弩箭射中倒地，避难所的大门也被木盾撞得咚咚响，眼看就要被攻破。我知道不能再等了，立刻操控空间快速放大，轰隆一声，巨型堡垒突然出现在掠夺者后方，挡住了他们的退路。掠夺者回头看到这一幕，瞬间慌了，有人喊着怎么回事，有人想往后退，可退路被封死，只能在原地乱作一团，彻底陷入了前后夹击的困境。士兵们看到掠夺者乱了阵脚，士气一下子提了上来，有指挥官大喊一声反击，大家立刻朝着掠夺者冲过去。我在屏幕里看到舅舅，他还想指挥掠夺者突破空间的封锁，手里挥舞着砍刀喊跟我冲，可没人敢动。就在这时，一名士兵举枪瞄准，子弹射中了舅舅的腿部，他啊的一声倒在雪地里，手里的刀也掉了。没一会儿，掠夺者就撑不住了，有的扔下武器投降，有的被士兵按在地上，大部分掠夺者都被俘虏了。可舅舅却趁乱被几个没投降的手下拖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朝着城市深处逃去。我没立刻追，先操控空间慢慢缩小，准备收回来的时候，却发现空间表面多了一道细微的裂痕，应该是刚才把空间放大到极限，又承受了掠夺者冲击造成的损伤。我伸手摸了摸裂痕，心里有点慌，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空间的使用。我盯着空间表面的细微裂痕，用手轻轻摸了摸，没感觉到异常波动，试着将空间缩小又放大到半人大小，暂时没出现问题。但我心里清楚，刚才放大到极限时已经造成了损伤，要是再强行撑到最大，说不定真会崩溃。我把情况跟凌晨说清楚，他皱着眉问要不要先修空间，可一想到舅舅还活着，还可能再找避难所的麻烦，我就下定决心，必须趁他受伤发起终极追杀，彻底解决这个隐患。凌晨立刻操控无人机开启热成像功能，在城市深处搜寻舅舅的踪迹。没过多久，屏幕上就出现了几个红点，正是舅舅和他那几个残余手下，他们躲在一个废弃的地下车库里，大概是想暂时躲起来养伤。我立刻带着空间往车库赶，同时让凌晨在空间里随时盯着无人机画面，有情况及时跟我说。到了地下车库入口，我把空间缩成硬币大小，顺着门缝悄悄溜进去。车库里黑漆漆的，只能听到几个人的咳嗽声和抱怨声。我先找到车库的通风口，启动低温领域，让通风口周围的温度骤降，很快通风口就被冻住，温度也跟着降了下来。没过多久，车库里就传来了骚动，我趁机操控空间往车库中央移动，然后开始慢慢放大，顶住车库的顶部。随着空间不断变大，顶部的水泥板开始出现裂缝，嘎吱嘎吱的声响在车库里回荡。快逃，要塌了！有人大喊。随着一声巨响，车库顶部开始坍塌，碎石和泥土不断往下掉，把残余的掠夺者全都埋在了里面。我正盯着屏幕确认情况，突然看到一个人影从冻住的通风口爬了出来，是舅舅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撬开了通风口的冰壳，在最后一刻逃了出来，可他也没好到哪去，腿上的伤口被碎石刮裂，又受了坍塌的冲击，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，只能躺在雪地里，脸色惨白，呼吸微弱，眼看就要不行了。我关掉无人机，一步步走到他面前，看着他痛苦呻吟的模样，想起前世我和凌晨被他锁在阳台冻僵的滋味，正准备启动低温领域，让他也尝尝那种绝望。突然感觉手里的空间传来一阵异动，我低头一看，空间表面的裂痕竟然开始扩大，原本细微的纹路变得有手指宽。更可怕的是，空间内部的温度瞬间降了下来，原本温暖的空气变得冰凉。这时，凌晨的声音从空间里传来，带着哭腔大喊：“姐，空间快要撑不住了！”里面的温度一直在降，种植区的菜都冻蔫了。我心里一慌，下意识的想把空间收回来，可裂痕还在扩大，连带着我的手都开始发冷。听到凌晨带着哭腔的呼喊，我心里一紧，只能暂时放弃对舅舅的惩罚，立刻操控空间快速缩小。我几乎是跑着往空间方向赶，脑子里全是不能让空间出事的念头。空间要是塌了，我和凌晨就真的没地方可去了。冲进空间的瞬间，我就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原本恒温22摄氏度的空间里，现在冷得像冰窖。种植区里刚长好的小白菜都蔫了，叶子上还挂着细霜。凌晨正抱着汤圆缩在发电机旁边，脸色发白。我赶紧蹲到空间裂痕前，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裂痕边缘还残留着冷能的痕迹，应该是之前频繁使用低温领域，让空间吸收了太多冷能，超出了它的承受范围，得把发电机的热量集中到裂痕这，停止使用低温领域。我跟凌晨说，我们一起把柴油发电机往裂痕旁边挪，又找了几块金属板盖在裂痕上，让发电机的热量能更集中的传递过去。之后的几个小时，我们就守在旁边，时不时摸一摸金属板的温度。一开始裂痕还在微微扩大，后来慢慢停住，边缘的纹路也开始变得模糊，直到最后裂痕彻底愈合，空间里的温度也渐渐回升，种植区的菜慢慢恢复了生机。我和凌晨这才松了口气。处理完空间的事，我立刻操控无人机去看舅舅的情况。屏幕里，他还躺在雪地里，眼睛闭着，胸口起伏微弱，已经陷入昏迷，生命体征越来越弱。我想了想，操控空间移动到他身边，没有用低温，反而制造了一个小型温暖领域。我不想让他就这么昏迷着死去，我要让他在清醒中好好感受那种绝望。没过多久，舅舅慢慢睁开了眼睛，他看着周围白茫茫的冰雪，又看了看自己动弹不得的腿，突然浑身发抖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嘴里喃喃地说着：“阳台冷，对不起。”我知道，他想起了前世把我和凌晨锁在阳台的事，眼泪从他眼角流出来，刚掉在脸上就冻成了冰碴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
却发不出声音，最后只能带着悔恨的表情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他的体温彻底降下来，变成了和周围冰雪一样的颜色。因果闭环，突然发现空间传来一阵温暖的波动，我低头一看，发现它的极限比以前大了一圈。还没等我高兴，无人机传回的画面让我愣住了。避难所方向来了许多车辆，还有一大群人朝着避难所走。我赶紧操控无人机拉近镜头，仔细观察避难所方向的动静。画面里，军方的卡车正有序地载着幸存者往城市中心移动，还有士兵在路边引导方向，看起来是在组织大规模转移。我跟着无人机的镜头往城市中心飞，发现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大型广场，广场周围已经有士兵在搭建临时围栏，似乎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永久避难社区。我立刻回到空间，跟凌晨说清情况，决定带着他和汤圆一起去广场附近看看。我操控空间慢慢移动到广场外围，找了个隐蔽的高楼停住，透过窗户观察广场里的动静。士兵们正忙着搬运物资、搭建帐篷，还有人在广场中央安装一个巨大的广播设备，幸存者们则在士兵的指引下有序排队，脸上满是期待。没过多久，广播设备启动了，一个沉稳的声音响了起来，是军方的张负责人。他说，现在极寒还会持续很久，仅凭之前的临时避难所不够，所以决定联合所有幸存者，在广场建立大型生态社区，不仅要抵御极寒，还要试着恢复种植、生产，让大家能真正安稳下来。我听着广播，心里突然有了想法。我一直靠着空间保护自己和凌晨，可还有很多善良的幸存者在受苦。如果能把空间的能力用在社区建设上，说不定能帮更多人。我跟凌晨沟通后，他也很支持。我操控空间，原本缩在身边的空间慢慢展开，越变越大，最后变成一个小型生态穹顶，刚好覆盖了广场的一部分。穹顶里的温度缓缓上升，我把空间里种植区的幼苗移到穹顶边缘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些幼苗就开始快速生长，嫩绿的叶子舒展开来，看得人心里发暖。广场里的人很快发现了这个突然出现的穹顶，士兵和幸存者们都围了过来，有人惊讶地指着穹顶，有人忍不住发出欢呼。我知道是时候现身了，便带着凌晨和汤圆走出隐蔽的高楼，朝着张负责人走过去。我主动跟张负责人说明，这个穹顶是我的空间能力形成的，还跟他讲了空间能调节温度，促进植物生长的功能。最后提出想和军方合作，一起把这个生态社区建好。张负责人听了，眼睛亮了起来，连忙握住我的手，说这对社区建设太重要了。可没高兴多久，张负责人的表情就严肃起来。他说有个事需要我帮忙，现在城市边缘有个大型掠夺者巢穴，里面的人经常出来抢劫物资，威胁幸存者安全，需要我用空间能力帮忙清除。我刚点头答应，就听到他说那个巢穴的头目正是之前救走舅舅的掠夺者首领。听到张负责人说巢穴头目是之前救走舅舅的掠夺者首领，我立刻想起那些被他们抢劫伤害的幸存者，没丝毫犹豫就答应了清剿要求。随后我和张负责人一起制定计划，决定先用无人机摸清巢穴布局，在里应外合发起攻击。我操控无人机飞到城市边缘的掠夺者巢穴上空，巢穴建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，周围拉着铁丝网，门口有守卫巡逻。通过无人机侦查，我发现工厂里不仅有大量掠夺者，还关押着不少人质，他们手里甚至有改装过的机枪，武器比之前遇到的团伙精良得多。我把侦查到的布局图传给军方，张负责人立刻安排士兵分组，准备从不同方向突袭，一切准备就绪。我操控空间缩成纽扣大小，趁着守卫换班的间隙，从工厂的通风口悄悄潜入。我在巢穴内部慢慢移动，找到几个主要出口的位置，等听到外面传来军方发起攻击的信号，立刻操控空间快速放大，轰隆一声，空间瞬间堵住了工厂的大门和侧门。掠夺者们想冲出去反击，却被空间挡了回来，工厂里一下子乱作一团，外面的士兵趁机冲破铁丝网，朝着工厂里发起攻击。同时我还朝着关押人质的仓库移动，把人质们护在空间后面，引导他们往安全的地方撤离。就在战斗快结束的时候，我看到掠夺者首领带着几个人往工厂后院跑，那里停着一架直升机，他想乘坐直升机逃跑。我立刻操控空间快速放大，朝着直升机撞过去，砰的一声，直升机的螺旋桨被空间撞坏，失去平衡后坠毁在巢穴附近，首领和他的手下都被摔了出来，很快被赶来的士兵制服。经过数小时的战斗，掠夺者巢穴终于被成功清剿，所有人质都安全救出，城市边缘的安全总算有了保障。战斗结束后，我和张负责人正式签订了合作协议，我操控空间进一步扩大生态穹顶，把它覆盖了广场的大部分区域，还在穹顶里开辟了更大的种植区，种上了蔬菜和粮食，为避难社区提供稳定的食物来源。同时我还把空间里多余的能源设备搬出来，和军方的发电机连接，为社区提供充足的电力支持。就在士兵们清理巢穴废墟的时候，有个士兵跑过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加密的硬盘，他说这是在首领的办公室里找到的，里面存储着一些关于极寒末世成因的秘密文件。我好奇地凑过去看，当看到文件的署名时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那个名字竟然和我母亲的名字一模一样。盯着硬盘上和母亲一模一样的署名，我脑子一片空白，手都开始发抖，跟张负责人简单说了几句，就带着凌晨和汤圆回到空间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一定要打开这个硬盘，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我立刻把硬盘插进电脑，屏幕上弹出密码输入框，我尝试输入母亲的生日，我和凌晨的生日，甚至是家里以前的门牌号，可都显示密码错误。我急得满头大汗，凌晨在旁边提醒，姐，妈以前不是总说星光是我们的幸运词吗？要不试试这个？我赶紧输入星光加上母亲名字的首字母，按下确认键，屏幕亮了，密码竟然对了。我点开里面的秘密文件，一行行文字映入眼帘，看得我心潮澎湃。
文件里说，这次极寒末世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一种未知的宇宙射线引发的。更让我震惊的是，母亲竟然是研究这种射线的科学家，早在半年前就预测到了末世会降临。而我一直带在身边的八音盒空间，是他专门为我和凌晨准备的保命神器，里面的生态系统和防御功能都是他一点点调试好的。文件还提到，就在末世降临前1周，母亲被一个神秘组织绑架了，对方想要他手里的研究数据，母亲拼死反抗，偷偷把硬盘藏了起来，才没被他们拿走。他在文件里写道，希望拿到硬盘的人能利用里面的数据帮助人类应对末世，更希望我和凌晨能好好活着。看到这里，我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原来母亲一直都在保护我们，只是我以前不知道。我擦干眼泪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找到母亲，要利用这些研究数据帮助更多人。第二天，我带着硬盘去找张负责人，把研究数据分享给了他。张负责人特别激动，立刻安排人手和我一起建立一个小型科研实验室，专门研究对抗极寒的方法，比如改进保暖设备，研发能在低温下生长的作物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和凌晨都在实验室里整理数据。这天，凌晨突然指着电脑屏幕喊我：“姐，你看，这里有个隐藏的坐标。”我凑过去一看，果然在数据文件的最后几行藏着一组经纬度坐标，看起来像是母亲特意留下的线索。我赶紧把坐标记下来，心里有种预感，这个坐标说不定能帮我们找到母亲的下落。我立刻带着坐标去找张负责人。军方很快安排了一辆越野车，带着我和几个士兵朝着坐标所在的山区出发。开了半天车，我们终于在山深处找到了一个隐藏的秘密实验室。实验室的大门紧闭，上面刻着和我那个八音盒一模一样的花纹，看起来特别熟悉。我走近一看，大门旁边有个密码锁，而锁孔的形状竟然和八音盒的底座完全契合。要打开这扇门，必须用八音盒才行。我将八音盒轻轻放在密码锁的凹槽上，光芒交织在一起，产生一阵轻微的共鸣。紧接着，沉重的实验室大门缓缓向两侧打开，露出里面漆黑的通道，隐约能看到通道尽头闪烁着微弱的灯光。我让凌晨跟在我身后，军方的几个士兵举着强光手电走在前面，一行人小心翼翼地走进通道。走了大概几十米，我们终于进入实验室内部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呆了，里面摆满了先进的科研设备，巨大的显示屏，复杂的仪器，装满试剂的柜子，地面干净的没有一点灰尘，只是空无一人，显得有些冷清。实验室的中央有一台大型电脑，屏幕还亮着，上面显示着待机界面。我走过去，试着用母亲文件里提到的权限密码登录，没想到一下子就成功了。刚登录进去，屏幕就自动弹出一个视频文件，文件名写着给婉婉和晨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点击了播放按钮，屏幕里很快出现了母亲的身影。她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瘦了些，眼神却很坚定。她对着镜头说：“婉婉，晨晨，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个视频，说明你们已经找到了实验室，绑架我的神秘组织，想要用我的研究数据控制末世，让所有人都听他们的指挥。我为了保护数据，也为了让你们安全，只能暂时隐藏起来。”母亲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你们手里的八音盒空间不只是可以放大缩小，提供庇护，它还有个更重要的功能，能吸收宇宙射线的能量。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，它最终能帮地球恢复气候。我还在全球各地藏了3个能量核心，你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它们，和八音盒空间融合，到时候就能启动气候恢复程序。”看着视频里母亲的脸，我眼泪又忍不住掉了下来。凌晨在旁边紧紧攥着我的手，小声说：“姐，我们一定会找到妈，完成她的任务。”我用力点头，心里的目标无比坚定。不管多困难，都要找到母亲和能量核心，让地球恢复原样。我把视频内容告诉了随行的士兵，让他们转达给张负责人。没过多久，张负责人就通过对讲机回复说，军方会全力支持我们的行动，无论是寻找能量核心，还是对抗神秘组织，都会提供人力和物资帮助。之后，我们在实验室里仔细搜查，发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，有能快速培育作物的仪器，还有能净化冰雪转化成饮用水的机器，另外还有大量的医疗物资和能源储备。这些东西要是带回避难社区，肯定能大大加快社区的发展。就在我们收拾好东西，准备离开实验室的时候，中央电脑突然发出滴滴滴的警报声，屏幕上弹出一个红色窗口，显示有不明势力正在快速靠近实验室。通过他们的移动路线和装备检测来看，目标明显就是八音盒空间和母亲留下的研究数据。我心里一紧，赶紧让大家做好准备，警惕地盯着实验室的大门。实验室的警报声还在响，我走到窗边一看，外面已经被好几辆越野车包围了。为首的人推开车门下来，我一眼就认出他是之前被我们清剿的掠夺者首领的同伙。我立刻让凌晨躲到实验室的安全角落，然后和随行的士兵商量对策。士兵们迅速启动实验室的防御系统，大门瞬间落下厚重的金属挡板，窗户也弹出防弹玻璃。我则操控空间，让它缩成拳头大小，准备随时发起反击。没过多久，对方就开始用机枪扫射大门，金属挡板被打得砰砰响。我抓住机会，操控空间快速放大，猛地撞向最前面的一辆越野车，轰隆一声，越野车被撞得侧翻在地，挡住了后面的进攻路线。对方见状，立刻分散开来，想从实验室的其他入口突破。可士兵们已经利用实验室里的先进设备，在各个入口布置了防御工事，对着冲过来的人开枪反击。我继续操控空间，一会儿放大封堵对方的进攻路线，一会儿缩小后突然出现在他们脚下，让他们摔倒在地。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，对方的车辆要么被撞坏，要么被士兵的火力压制，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狼狈逃窜，不明势力被彻底击败，实验室的安全总算有了保障。
战斗结束后，我拿出母亲留下的线索，开始研究第一个能量核心的位置。同时，我让士兵把实验室里的设备和物资分批运回避难社区，带领幸存者们开展农业复苏实验。我把空间的生态区域和实验室的培育仪器连接起来，尝试培育能在低温环境下生长的作物。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们每天都在忙碌。我和科研人员一起调试设备，凌晨则帮着照顾种植区的幼苗。社区里的幸存者也都主动过来帮忙。终于，在空间能量和实验室设备的共同作用下，我们成功培育出了高产的抗寒小麦和蔬菜。避难社区的食物供应彻底解决了，再也不用为饿肚子发愁。随着时间推移，第一个严冬慢慢过去。有一天，我在生态穹顶里巡查时，突然发现城市边缘的积雪开始缓慢消融，露出了下面的土地，甚至有几株绿色的小草从土里冒了出来。是空间的能量影响了周围的环境，让冰雪开始融化了。这天，我站在生态穹顶的瞭望台上，看着远方渐渐消融的冰原，手里紧紧握着八音盒。凌晨走到我身边，抬头问：“姐，妈妈会在第一个能量核心那里等我们吗？”我摸了摸她的头，微笑着点头：“一定会的。”次日，我们为寻找首个能量核心做准备。根据母亲线索，核心在西北800多公里外的高山。我拒绝了张负责人派士兵随行的提议，最终约定我、凌晨和汤圆先行。军方2天后派10名精锐小队跟进，保持1天车程支援距离。第3天黎明，我们出发了。复苏的大地别有景象，积雪消融处露出黑土，嫩绿草芽钻出，天空重现湛蓝。但深入西北300公里后，气温骤降，冰层复现，地球气候在自愈，部分区域仍被异常能量场笼罩。探测仪显示，能量波动峰值就在眼前的雪山，山体陡峭覆冰，山顶隐没云层。我操控空间垂直上升，5000米高空气温低至零下60度。凌晨突然指向窗外，山腰处一个银色半圆形穹顶嵌在冰层中，正是母亲留下的设施。将八音盒贴合穹顶识别装置，合金门无声划开，宽敞空间中央悬浮的蓝色能量晶体旁，母亲被坐在控制台前一动不动，她脸色苍白，胸口微弱起伏，身边仪器屏幕显示能量核心稳定化进程87%。警告：操作者生命体征下降，他在用生命维持核心运转。我瞬间明白，凌晨落泪。我检查设备发现生命维持系统能量告急，想起八音盒能吸收转化能量，我将它放在控制台启动转移程序，蓝色光芒流转间，警告消失。母亲手指微动，缓缓睁眼：“婉婉、晨晨，你们来了。”母亲生命体征稳定后，诉说了过往。极寒发生第3个月，她找到这处最不稳定的能量核心，若不控制，3年内将引发2次冰河期。她借助八音盒的共鸣频率减缓能量逸散，自己也耗损生命苦苦支撑。转移能量后，稳定化进程达94%，1个月后就能完全休眠。母亲看着屏幕说，凌晨红着眼眶嗔怪她冒险。母亲摸摸她的头，为了你们，也为了所有幸存者。谈及神秘组织，母亲神色凝重。北极星表面研究气候变化，实则想通过控制天气掌控资源。极寒是他们实验失败的结果，他们还想把我改造成活体枢纽，掌控气候调节系统。另外2个能量核心，一个在深海相对稳定，另一个在沙漠，6个月内就可能失控。话音刚落，控制台警报突然响起，母亲脸色一沉，他们来了。我立刻让凌晨带母亲进空间，自己操控空间展开，将设施笼罩并启动伪装。15分钟后，3架黑色直升机出现，战斗一触即发。直升机悬停1公里外，10几名武装人员滑降就位，为首的白衣中年男人下令活捉母亲，队伍中甚至有火箭筒手。我操控空间制造虚影迷惑敌人，趁火箭筒瞄准假象时，在操作者身后展开零下80度低温领域，冻住武器。我接连制造冰墙、雪崩假象，用空间暂时困住落单敌人，打乱对方阵脚。但白衣男人竟能感知能量场，用装置发出高频冲击，空间外壳稳定性降至73%。危急时刻，我启动空间显形，吸引注意力，同时以八音盒为媒介，吸收周围异常能量，包括对方装置的波动。能量饱和后，我将多余能量导入山体冰雪，引发积雪滑坡，敌人仓皇撤退，1架直升机坠毁。我们暂时解围，他们会卷土重来，还会带来更强力量。我看着监测屏幕，母亲握紧我的手，我们必须尽快稳定核心，找到另外2个，还要彻底阻止北极星。接下来1个月，我们全力推进核心稳定工作。母亲调整八音盒频率，使其与核心完美共鸣，加速稳定进程。我负责警戒，用无人机击退北极星的试探性攻击。凌晨则成了母亲的得力助手。第30天，核心稳定化进程100%，屏幕显示第1能量核心已进入休眠状态，周围风变柔和，阳光变暖，雪线肉眼可见的后退。但无人机很快传来坏消息，北极星集结300人加重型装备，即将发动总攻。我们决定即刻前往沙漠核心，它仅剩3天稳定期，且位于北极星废弃实验基地下方。母亲销毁高山设施数据，并启动自毁程序。我们乘空间向沙漠出发，7天后抵达沙漠边缘。昔日黄沙之地竟覆满冰层，冰原中央矗立着北极星的银色建筑群。探测仪显示核心波动极度紊乱，母亲判断最多撑3天。夜幕降临，我和母亲穿伪装服潜入，我操控空间缩成雪花飘进通风管道，锁定核心区位置。核心周围有20名守卫，我模仿核心异常频率触发基地警报。守卫们撤离后，我们趁机进入核心悬浮中央，表面布满裂纹，红光四溢。母亲检查后发现控制系统已被核心反噬损坏，稳定需要6个小时。我在入口布置防御，坐在母亲身边，等结束，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生活吧。母亲温柔回应：好。第5个小时，密集的脚步声从走廊传来。
无法活捉就一起毁灭。外面传来敌人的命令，我启动空间最大防御模式，用能量屏障封闭核心区。母亲则专注于稳定工作，屏幕上进度不断跳动，89%、90%，敌人准备爆破屏障。倒计时之际，我冒险引导部分核心能量转化为温和暖流，扩散至整个基地。冰雪融化，设备运转，消防系统启动，基地陷入混乱。基地外部发现大量幸存者冲击防线，外面传来惊呼，原来是凌晨在附近找到被北极星迫害过的幸存者聚集地，带领大家前来支援。内外夹击下，守卫阵脚大乱。母亲终于喊道：“婉婉，稳定化完成。”核心红光转为柔和蓝光，裂纹愈合，屏幕显示第二能量核心已进入休眠状态。母亲插入数据盘，清除北极星所有研究资料，避免灾难重演。我们趁乱返回空间，看着下方幸存者突破基地防线，北极星人员溃逃投降，还剩最后一个深海核心。母亲望着远方，先回社区看看，再做打算。返程路上，冰雪加速融化，河流复流，绿意蔓延，社区变化巨大，生态穹顶覆盖广场，农田、果园、鱼塘齐全。孩子们上课，大人们工作，通讯也在恢复。我们降落在广场，张负责人带着人群迎接，欢呼声此起彼伏。当晚，社区举行盛大欢迎仪式，人们分享食物，唱歌跳舞，庆祝我们的归来，更庆祝新生的希望。